Hello， 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喜欢日本乡下旅游的话，很多人都会考虑来到日本四国。四国地区直飞台湾有2个机场，一个是香川县的高松机场，另外一个是爱媛县松山机场。以前的影片我们有介绍过爱媛县可以怎么玩，这次我们要来到香川县，不仅有超道地、超佛心价的乌龙面，还可以挑战金刀比罗宫785段石阶，沿途还可以遇到超可爱的呆呆兽。这期影片我们就来介绍一下香川县有什么必玩的重点吧。说到香川，很多人都会想到蛋崎乌龙面，这里可以说是全日本乌龙面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在一个这么比谬的地方，在那边好多人排队，我操！これ笑う。一开始我们也搞不懂乌龙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魅力，直到我们到了第一间店，香川的乌龙面爱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真的是太惨了。不过唯一的好处是这里还有停车场还蛮多的。它其实是8点半开门，所以现在其实是快8点半，29分刚开门就排这么长。很多有名的店家都隐藏在郊区，周边看起来除了田什么都没有，但店门口总是大排长龙。第一间来到的是讃岐うどんガモ，他们的价钱真的是超级佛心，小碗的只要180，虽然每一样配料都是另外算钱，但整体吃下来还是非常便宜。小一つ温かいと小一つと大一つで大が冷たい方で。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你拿给你。あれやん。私これでい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先到。你在后面吗？我知道。はい。还有吗？再吃一点点。好，乌龙面有提供冷热2种，高汤一样有冷热可以做选择。这一间给我们的印象嚼劲软硬适中，汤头非常的甜，豆皮的做法也和一般连锁的乌龙面店不大一样，和吸饱汤汁的乌龙面一起吃，非常推荐哦。第二间乌龙面是我们这次旅行中最喜欢的。本格手打うどん森。这里有明确的菜单，就算不会日文，用 AI 翻译之后，也可以顺利点到自己想吃的餐点。哦，太多，马上找。这间叫做牟利的乌龙面，吃起来真的超级弹牙，非常非常有嚼劲，到现在还能回想起那个口感，甚至有点想要上网买他们的乌龙面生面。最弹牙，最弹牙。很表弹牙。菜单的选择非常多，我们这次点的是鸡肉天妇罗和竹轮天妇罗乌龙面。必须说他们的配菜表现也非常优秀，价钱虽然比其他间还要稍微贵一点点，但也非常的划算。很好吃，超级好吃。我们点的是第二名跟第3名，头一天就是鸡块炸鸡天妇罗，正确讲。然后你点的是那个竹轮跟鸡蛋。那打稀很好吃。更印象更深刻的是，它的面是现在嚼劲最好的，就是真的是很弹牙，然后很有嚼劲，很有饱足感。就是一间田中央，哦，香哦，都是吧？第3间要介绍的是須崎食料品店，它排队人潮又让我们吓了一大跳。因为是在乡下小地方，附近的停车场又分散成好几区，甚至还有找人来帮忙引导停车场的位置。可能有人会想说，刚刚去找车位的时候，其他人就先下来等就好，但其实这是不大好的，就是有点像解压缩，人到齐再排队。熱いのは釜揚げうどん。これ半分出したら半分冷やしますから、冷やしの場合は冷やしてタバ取って出すので5分から10分遅れる場合があります。だからその点、
一緒に頼んでも一緒に食べられない場合がありますからね。だから熱いと冷たい種類が違いますからね。ご理解ください。はい。そして一緒に食べるんだったら同じ種類で取ったら一緒に食べられます。はい。どうしましょう？这个可以一瞬看到。非常有趣的是，在排队的时候，老板会出来介绍菜单，提供的餐点其实很简单，就是冷热选一种，其他的配菜都是在自助区自己夹，最後再结账。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じゃあすみません、熱いのが5分ほどお待ち。はい。点点。没有我一般性的这个。你要温泉卵吗？哦，不要。那个会不会太炸？醤油。对啊。那边还有放，座位那边有放。哦，这样，你怎么知道？見た。不用吗？不用。我要吃过啊。那什么？啊，じゃあ私が那个。が20と、ちくわ好。ごめん、すごい10円。はい。はい。卵はなしで、ちくわが1つ、エビのフライが1つ、885円です。这里提供的乌龙面比较像是拌面的概念，是吃干的，并不是汤的。但越简单的吃法，就越能吃出乌龙面本身的口味。我们现在有在杀去下一间，只开1个小时的乌龙面店。香川县的乌龙面还有一间号称只开1个小时。200公尺。見える、見える。哦，満車。どうしよう。反対側的。这间日の出製麺所的乌龙面其实是一间制面所，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梦幻面粉所做的乌龙面。开店前，我们在开店前45分钟来，就已经这么多人了。11点半开始呢，11点半左右开始会提供，就是会有100份左右用香川县特产的面粉战旗之梦所做出来的面粉。就是限定的面粉的乌冬只有100份，然后在那之后就是他们一般的面粉。なるほど。在排队的时候，就会依照顺序先点餐，面的分量有大、中、小和冷热2种可以選擇。點完餐之後，在11點半左右就會開始引導入座。ここから出てくるけん、ご自分の注文したおうどん出てきたら、すみませんけど、手挙げてください。ヘッてしてもらってもね、聞こえんけん違うとこ行ったよね。除了桌上的豆皮和温泉蛋之外，也可以另外单点肉片。そうですかね、お客様。熱い秀。日出制面所上菜的速度非常快，同一种餐点会一起出。轮到自己的餐出来的时候，记得要举手让店员知道。战旗之梦是香川县特别开发出来的小麦品种，带有弹性的嚼劲和滑顺的口感是它最大的特征。因为产量比较少，只有在部分店家才有提供。好奇的话，可以来这边吃看看哦。塩2つ、肉1つと揚げ1つ。好大！哇，好可爱哦！我可以在这里一整天。噔噔，呆呆兽公园。因为呆呆兽的日文发音和乌龙面的发音韵脚一样，从2018年的12月开始，呆呆兽就变成香川乌龙面线的推广吉祥物。在呆呆兽公园里面有巨大的呆呆兽溜滑梯，还有超多可爱的呆呆兽可以拍照哦。喜欢呆呆兽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必逛景点，高松市丸龟町商店街里面的宝可梦中心，这里也是4国唯一一家宝可梦中心。门口的呆呆兽真的是太可爱，和皮卡丘一起睡觉，会呼吸，会打呼，甚至还会打哈欠，真的是可爱到疯掉。
另外还有很多限定商品，喜欢呆呆兽的话，一定要来逛逛。除了宝可梦的周边之外，香川县还有很多伴手礼都是用呆呆兽做设计。莅林公园旁边的伴手礼店就发现了很多有趣的商品，各式各样的当地土产看得有点眼花缭乱，但呆呆兽的设计真的是超可爱。这次虽然没有去濑户内海的小岛，但在这边也有不少相关产品。粉红色的，好可爱哦！一定要疯掉了！真的是太可爱了。慢慢走，他说有几阶？785阶，红菇嘛得。在香川县最难忘的就是来到金刀比罗宫参拜，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超多怎么爬都爬不完的楼梯。爬到日本宫一共有785阶，平均需要花40到50分钟左右。从113阶到金刀比罗宫的大门，这一段称作是一之坂。这段路上其实有很多店家，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再热闹一点。不过这里的店家越往上面，价钱好像有点越来越贵，需要购买的话，大家自己斟酌咯。爬了15分钟左右，终于来到金刀比罗宫的大门，但这里真的只是入口而已，距离日本宫还有将近一半的路程。金刀比罗宫在日本被称为一生一定要参拜一次的能量圣地，这里祭祀的是大雾主神，保佑海上的安全。在江户时代，一般老百姓是被限制不可以到外地旅行，前往参拜伊势神宫和金刀比罗宫这2个地方可以被特别许可，可见这里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信仰中心。在神马社旁边广场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继续一路往上爬。最后的御前4段板真的是超级陡，从大门爬到日本宫，我们又再花了20分钟左右，整趟算下来大概是爬了35分钟。也想来爬的朋友们当做参考咯。好想要啤酒。那你要买那个550的，还是买那个500的，还是买那个390的？真是爬上来了。那其实这只是一半而已，一半还有在更上面。ここまででいいじゃない。绿色的地方是有开冷气的，所以如果真的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话，可以去那边坐着休息一下。那对吧？脚会软呢。会啊。小心哦，慢慢走。先关镜头。金刀比罗宫所在的地方叫做晴平町，这里从以前就因为靠近金刀比罗宫，所以非常的热闹。就算不是住在这边的人，也可以用这个300块借一下。我们还没 check in， 所以我也付了300块。路上其实有很多有趣的店家，但这次我们最推荐的是这间历史悠久的温泉旅馆。这现在是温泉街正中间呢。对啊。哦，它正面好美哦。
那种在舒服泡了足汤休息之后，我们来到这次住宿的温泉旅馆夫岛馆。这间温泉旅馆属于共立集团，进来之后可以先选浴衣，里面还有免费的个人汤屋。在泡完澡之后，还有点心、免费咖啡，甚至还有免费宵夜。但更特别的是，这间旅馆建筑物本身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原先的夫岛馆建立在江户时期，现在看到的建筑外观是大约在100年前明治时期所建造的。在2002年歇业之后，2019年由现在的经营集团接手，让这间历史悠久的温泉旅馆重新复活。我们这次订房的时候，有选择住在靠温泉区这一侧的房间，也是古色古香，看起来很舒服，有沙发、有床、有行李放的地方，这样就够了。对，好，我们现在就是先去泡汤。泡汤的篮子它都已经准备好了，去泡汤的时候就是这个篮子要带着。这次让我们最满意的是它的温泉汤屋。一般来说，温泉旅馆除了大众汤之外，想要泡个人汤屋都需要另外加钱。但这里有4间个人汤屋可以使用，不需要麻烦的预约手续，只要显示空房的话就可以进去使用。4间汤屋有不同的设计，但空间大小其实差不多，里面也有可以洗澡的地方，吹风机等备品也都有准备。它池很大其实它的池这个空间可以泡3个人，我觉得有点 OK，3个男生完全 OK。晚餐吃怀石料理，原本想说内容看起来中规中矩，但吃完之后真的是非常饱。如果吃不饱的话，晚上10点半还有免费宵夜可以吃。要不是我们这天真的太早起，应该还是可以继续吃。今天下了一点小小的雨，现在我们来到了高松市内。回到高松市区，我们来到丸龟町商店街。很多日本的乡下商店街都会给人一种昭和感，一种比较复古的氛围。但这条商店街意外的非常欧风，甚至还有很多精品店，和原来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整条商店街都有屋檐，不怕下雨。哦，这间无印良品也蛮大，1、2楼太可爱了吧！商店街里面有一间复合式商店，非常的有趣，里面卖很多当地的生活杂货、手工艺品，还有一间咖啡厅可以坐下来休息。这次我们虽然是以乌龙面为主来拜访香川县，但其实香川县还有很多其他的景点，像是小豆岛、父母之滨、高屋神社、紫云出山，蛮推荐可以安排5到6天的香川之旅，好好深度体验一下这座美丽的城市。那么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拜拜。以上。